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声雨伞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非常巨大的一个盒子，来自于这个最强恐龙迷你特工队金刚帝王龙，也就是韩版的恐龙皇帝了。这款呢是国代版本。为什么买国代版本呢？因为之前我是看过我频道之前的视频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我之前都是买的韩版啊，想体验那个原汁原味。但是这次呢，为什么直接买了国代，没有买韩版呢？因为我发现韩版已经是发售准备下单的时候呢，我收到消息，国代版还有1个月就要发售了。价格那时候韩版算上国内运费的话呢，基本上是要到接近9张的一个价格，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个体积的国际运费还是非常离谱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向贫穷低头，我选择国代版。这款国代版大概是3张出头一点的价格就直接拦腰斩，太诱人了。而且我知道韩版发售时应该是在9月下旬。10月上旬呢，我去看了那个中国玩具展，它现场呢，国代那个代理商呢也展出了它的一个实物版，我看上去完全是可以接受，跟我印象中的韩版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加坚定了我等国代版的一个决心，所以说我最后还是买了国代版。好吧，前情背景基本上是这样，我们来看盒子的一个大小吧，真的是非常夸张。它的一个宽度呢达到了50公分，它的高度呢直接给你干到了接近59公分，58.5的一个高度，然后它的一个厚度直接是来到了19.5公分。所以说如果你是买国代版，对方不包邮的话，你要想清楚这个运费是否能够接受，还是蛮离谱的，盒子真的很离谱。当然拿出玩具本体之后，我觉得这盒子也算是合理了。包装的正面呢是非常熟悉的韩版一致的风格，人形合体后的一个大战姿照，以及熟悉的母语中文汉字最棒了啊 ，Dino Warrior 金刚帝王龙，以及每个恐龙的名字叫帝王翼龙、帝王霸王龙、帝王三角龙、帝王一齿龙、帝王万龙。虽然说没什么创意，但是你看得懂啊，对吧？看得懂比什么都强。以及包装内含帝王徽章啊，这个叫帝王徽章吗？五合体远古恐龙力量觉醒啊的侧面啊，龙形的一个，还有一个提手，背面它突然变成横画幅了，非常有张力的一个 pose。依旧是5个恐龙以及同样的文案啊，我们的玩法说明书有2维码扫描，这个是非常在这边非常本地化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啊。底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就是可以和之前的龙王凯撒应该现在叫一个暴龙战旋王的组合部件呢进行一个合体把玩啊，这个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非常不错啊。互动玩法，合体金刚互动玩法就是一个大加分点。盒子包装呢基本上就这样，我们不再看它了，太累了，我们来看玩具本体吧。好，看玩具本体之呢，盒子内部还有一份说明书，这次的说明书依旧是和韩版一样的全彩印刷，唯一不同是它文字通通是我看得懂的中文，这点非常之好，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我经历了之前那么多次看不懂说明书的烦恼之后呢，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到中文的好。但是有一点我说，我同时还买了那个酷玩版的龙王凯撒啊，暴龙战旋王，他就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我是中奖还是怎么着。好，看啊，这威武霸气的合体有多高呢？如果算他头顶高的话，直接干到了40公分。如果算到它后面龙头高的话呢，直接给你干到44公分。如果说尺寸上你还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的话呢，我们可以请出他的前辈啊，我们的队长，或者说他的好友，暴龙战旋王。当然这个不是酷玩版，这个是原大版的可以合体的版本，站在边上就像个宠物一样。如果你觉得这
一个 IP 还不够大众的话，我们可以请出财团 H 泰坦级的星际擎天柱来跟他比，基本上是一个吨位的，身高上大差不差，但是在分量上，两个质量级的。这款大家玩过都知道，它都是空壳子啊，别看那么粗的腿，那么大的胸，都是空壳子。但这一款呢，实打实啊，实打实。我们先转360度让人看一下，背后也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位，都是实打实的机构啊，侧面。那你说它国代版和韩版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还是有的。虽然说我没有入韩版，但是韩版的宣传照啊、宣传视频我们都看了不少。它在涂装上是有一点点做缩减的，比如说它胸口这边上小三角位是有韩版是有红色点缀的，这国代版呢就没有。包括一些合体部件上的位置，它会有一些颜色的分件，不叫分件，叫分色涂装。但是这款上呢是做了省略，省略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觉得是应该低于10%的，因为实际上它缩减的一些涂装呢也是非常小，像这种小体积的位面的涂装，你粗一看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当然这一款的酷玩版呢我也入手了，但是我还没拿到，还在物流当中，我不知道卖家出了什么事情，没有给我第一时间发过来。那索性我们今天就不谈酷玩版，就谈这个豪华版，它叫啥来着？金刚帝王龙。合体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非常的霸气，非常的豪华。如果你知道它原本的英文的名字应该叫 Dano Emperor 的皇帝吧，好像是这么念来的。如果说你说他是皇帝啊，帝王，那他中文也叫帝王嘛，豪华感觉名副其实啊。而且在它的这边的一块壁呢，也是采用了之前韩版玩具的规格，就是金属，非常的扎实。整体把玩下来呢，第一感觉爽，第二感觉累，真的是非常重。因为我家里的那个秤找不见了，所以也没办法告诉大家具体重量有多重，但是真的是一个健身玩具，分得非常健身。整体它的可动性，我们来看一下头部，因为它的一个机构关系呢，不但能普通的低头，好，我们缩下镜头啊，普通低头是这样，当然它可以利用变形结构呢，这样都行啊。所以说抬头稍微小一点是这样一个幅度，左摇右摆呢也可以有啊，幅度也不小，但是它这样定位的角色，我们觉得没必要这样卖萌。手臂旋转呢，360度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避让背后的一个翼龙造变成了一个翅膀组件。平台本身关节可以到90度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虚位。它躯干部分呢还会有，就是说它平台可以轻松超过的一个90度的一个幅度。同时呢，它的上臂是可以旋转的，同样齿轮关节没什么问题，曲肘也是轻松的到达90度，没有问题。武器握持呢，它是通过武器把手上的2个孔洞和手掌内的2个桩进行结合，手指五指独立可动，但是呢都只有根部一段关节啊，大拇指是球关，另一个4个指是肘关。手腕球关可以转动，同时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调整。腰部它的腰部关节位置比较少见，它并不是在和胯部连接的地方，它是在腰的中段，真正的腰部旋转可动。但是同样是因为背后这个翼龙的造型关系呢，它基本上左右转都是45度左右，转多了这个翼龙就脱出了。好，翼龙翘班就翘班嘛，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下肢的可动。下肢可动呢，前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虽然没有前裙甲，但是因为它大腿关节摆在那里的这个体积在，所以说它前踢是非常小的，基本上只有大概30度左右。但是你可以偷一段，就是利用它的变形结构把腰这段关节打开的话呢，
它前提可以到这样角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关节把持力非常的足够。当然这样正面看就会穿帮了。侧踢，来，这卡扣位松了，而且它侧踢在没有借助这个打开的环节下呢，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幅度，而且也可以看到它的腿部的一个把持力。后踢呢会比前踢更优秀一些，因为它的大腿造型后面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可以到60度以上的这样一个幅度。然后大腿呢也是可以有平转关节的，甚至可以转到90度。屈膝部分这卸甲的就卸甲吧，我们来看一下吧，几乎可以到90度这样一个幅度但是因为大腿实在太短，这个感觉不是太明显但是它是可以到90度的幅度的。脚踝部分呢就没有旋转关节，它只有一段往内的接地，而且就只有一段，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对吧？站姿呢是非常的靠谱人形可动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我们让翼龙在要不要让他回去上班就翼龙今天就先下班吧先休息一会儿好，既然我们看完了他的可动，我们看他的武器武器呢，一个是他像钢鞭一样的大盾不攻的这种武器其实是他中间那个霸王龙的尾巴来的。另一端呢是他的一个翼齿龙变成了盾牌，盾牌中间呢是可以收纳它的一个金属臂，在动画中呢它也是可以吸收能量然后再反射出去的。持盾的方式呢，它是通过这边的孔洞可以在小臂的一个侧面进行一个收纳，虽然说不能手持，但是这样的收纳位呢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在站姿方面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如果你需要收纳在小臂背后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直接变形机构原本就是在那位置的，所以说它盾牌可以有侧面和后面两个收纳的一个形态。好这样呢就算是一个轻装形态吧，对吧？没有背后的大翅膀，没有武器的一个帝王龙，可以看到它四肢比例也是非常的协调匀称，并没有因为它是合体金刚还收纳了合体小臂与单体形态的手手脚脚四肢，而且呢小臂特别粗壮。它整个比例上来说呢，大家可以和背后的我这个背景也比较乱，大家见谅一下吧。可以看到它的比例并没有显得四肢特别臃肿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感觉，一种奢华的感觉，站在那里就很气势。我是完全觉得符合我的审美的。侧面、背面好既然翼龙已经翘班了，我们就来进入它的一个分体变形模式吧。先拿你开刀吧，翼龙君首先我们连接可以看到，在合体情况下呢，它是通过背后这两个黑装和这边两个卡扣，中间的这个方装呢和黄色这边的卡扣进行一个结合的，所以变成单体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两个黑的收起来，然后翅膀呢打平。当然这个翅膀呢也是可以升起来，我刚刚是为了低调一点把翅膀折下来。如果你想威武一点的话呢，像这样展开在背后呢，会显得更霸气一些。然后翼龙头部伸出来，我可以往下折点，然后腿部呢打开它的脚丫子，这样的翼龙一个飞行形态呢，其实就已经出来了。当然，我们的翼龙也不能一直在天上飞没有鸟的小脚，没有脚的小鸟才会一直在天上飞。我们翼龙有脚，所以它是可以着陆的。着陆方式呢很简单，我们拉出它的翼龙这边的关节往下折一点，然后好，刚刚疏忽了，翼龙的前爪没有翻出来然后折翅膀，再通过这边的旋转，就可以让它翅膀尖朝地。这样呢，
再把我们的翼龙翅膀收起来，就可以还原出一个翼龙着陆的形态。可以还原出翼龙着陆的这种四平八稳的四肢接地形态，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点啊，他做到了，表扬一下。好，之后我们就来看他刚刚有盾牌了，他半拉身体已经在地上了，在桌子上的这个翼齿龙。手臂卸下来是这样，可以看到这个滑槽关节呢，其实也能够明白了，和最强恐龙呢，它是同一个规格的。好，这稍后再说，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变形，打直它的一个头部，然后缩回它的一个手臂，然后把它的脚爪呢从这边翻开，往下折，抬起之后呢，根部再往下折。因为大家都知道翼齿龙它的一个平时行动的体态是比较低的，有点贴地那种感觉。基本上呢，前半身啊，龙的前半身就这样，龙的后半身呢，就是它的盾牌。首先我们把它的臂呢可以取下来，然后换成在这卡边上的卡槽上，然后可以合并起它的一个，这一根算是背部骨板吧，然后呢，后肢也打出来，然后就像之前合体形态说的安装方式一样，这边洞和凹槽，这边凸和凸槽进行一个结合，非常牢固啊，不会掉，就是我们翼齿龙的一个造型了。嘴巴可以开合啊，头部呢没什么可动，但是它抬头低头还是可以有的。四肢部分呢，它是可以有旋转的，但是它是有齿位限定的啊。腿部、脚部啊，前肢就没有前平转的一个根部活动，它主要是靠肘部这边来进行平转的。作为一个贴地龙形，我觉得也是足够。尾巴很可惜没有可动啊。我们的翼齿龙。好，之后呢，我们另一个手臂就是我三角龙。实话实说，三角龙是我恐龙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品种啊。我记得我也说过了，同样和翼齿龙异曲同工的这种头部处理方法。然后呢，手部呢就有一点点特别，它是整个四肢打开，然后拇指收纳进去之后呢，把尾巴翻下来。然后四指包裹托住尾巴底部，形成一个完整的尾部，就是它尾巴呢是通过手掌来一起结合的。然后翻开它的后脚掌，一直伸出来，然后金黄色的部件呢盖下去挡住。前肢部分呢，我们把它松开这边的卡扣，翻起来，打开它的脚掌，旋转，然后再扣下去。底部的洞和桩结合，另一端呢也是一样画葫芦来。这样变形后呢，虽然说它前肢根部没有可动，但是你要有可动的话，你可以把它松开那个插桩，也可以有可动，但是会给它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站立性。后肢方面呢，根部锁死没有可动，只有它膝盖位可以有可动。同样的设计就是为了，我觉得就是为了确保它在龙形站姿下的一个稳定性。好，之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的霸王龙首先霸王龙呢，我们要把它从小腿中卸出来。哇，卡扣位还是非常结实的算了吧，它能自己站着，我们就先看它的腿吧。这个腿的设计，我觉得它是这次合体金刚的一个神来之笔并不是有两个动物，而是有一个动物，就是我们的万龙来承担它双腿的一个合体，特别是它头和尾的处理。我们拿住它的两个靴子之后呢，分别把靴子护膝呢给拆下来，右脚拆下来之后呢，打平脚部接地，然后呢翻转它的这个叫什么就把膝盖部分倒到底部，然后呢在中间这个圆球部分呢转90度，这就是我们万龙的后半部分身体。其
前半部分呢也是把膝盖的部分去掉，然后呢翻转180度，可以看到这两个莹莹的爪子就是它前爪。当然这个不用折了，只要把顶上这块原本人形的脚跟翻下来，打平之后呢，弯曲它的脚尖，大概到这样一个角度之后呢，我们和它的这个后半身也是后半身这边的脚跟翻转出来，形成一个连接点，和它前半身的这个凸进行结合。结合完之后呢，后半拉的脚尖底下呢有一个桩，和前半拉的脚背部分呢有个洞，也进行一个结合。好，这样一个躯干部分呢就锁得很结实。然后取出它的2个膝盖甲，这个尾部拉伸一段，翻出它的一个连接件，穿在它的一个尾部的位置连接好。同样呢，它头部呢也是拉伸一段，翻转下脑袋，然后转出它的连接件这个已经转出来了插在它前半身的这边。好，这样呢，我们腕龙两足变成了腕龙呢，就变形完成了可动性方面，它嘴部也是可以张开的，头部呢是可以有低头抬头的一个幅度。四肢呢它就没有可动，它的移动呢是靠底部的一个滑轮当然滑行起来非常顺畅。这怎么说呢？它很好的利用腕龙的这个四肢和体态的一个结构，变成恐龙之后呢，造型也并没有显得很奇怪，特别是脖子和躯干这部分的一个弧度造型通过2个脚尖进行拼接，还是非常不错的。最后我们最重头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霸王龙了。首先我们把脑袋翻进去，填充到它头顶这个空洞的一个位置，好，填实了。这边呢，在上颚部分呢就看不出人形脑袋的部分了，然后下颚关上，整个呢通过这边的大的金黄色的关节，把整个龙头打直打直。然后刚刚展示可动的时候呢，掀开的腰部零件呢，同时把它打到后面，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凸桩，可以结合起来。转它的大腿，差不多到90度呢，就把我们的小腿也转折回去，转成龙形一个逆足的这样一个造型另一端呢也是如此。脚掌呢稍微倾斜一点角度，借个力。当然你腿也是可以往外打一点，通过它这边的一个接地关节，让脚掌有一个不错的接地，然后翻折出前面胸口的小龙爪。然后后部呢可以看到在胯部呢它是有2个横桩，然后把这腰甲呢打下来之后呢，侧边正好是可以架在这个横桩上，顶面呢就打平了。在连接部分呢是一个斜线的一个关节。最后呢就是它的尾巴，它的一个武器翻折进体内之后呢，留出这样一个桩，这个桩位呢跟后面这个大方洞进行一个结合。好我们的恐龙形态分体呢基本上就完成了，是这样一个状态，非常的炫酷。各个龙的形态，包括翼龙翼齿龙三角龙，在龙形的体态呢都把控的非常不错腕龙刚刚也已经说过了，非常优秀的一个巧妙的构思头尾都是长长的，它作为同样功能来进行转换。然后霸王龙呢，我觉得它的脑袋有一点点大，和我们来再请上我们的雷克斯凯撒相比之下呢，雷克斯凯撒虽然说对，叫暴龙虽然说呢也是暴龙，但是相比之下，我们雷克斯凯撒呢更像是哥斯拉那种感觉这一款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暴龙感觉，虽然说它的小前爪有点点
小。就像之前所说的，它的一个合体关节的规格呢，是和之前的前辈是可以共用的所以我们拿出最强战警王的胳膊来跟它联动一下可以装上，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同系列的龙王凯撒的胳膊呢，也是可以装上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样子。怎么说呢？装上最强战警王的胳膊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显短，但是呢，装上我们的那个南方巨兽龙的炮手呢，感觉尺寸呢还是蛮和谐的。当然，你把战警王的炮口翻出来之后呢，这个长短又觉得好像合适了不少。好最后总结一下，这款叫什么帝王龙？金刚帝王龙我毫无疑问是可以给出5星满分的一个评价，因为它在整体结构上、造型上、把玩的乐趣上、性价比上都是达到了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一个程度。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购入它的一个酷玩版，不知道它酷玩版的一个把玩手感怎样，因为听小伙伴说酷玩版会更利于把玩对，没错，这款如果硬说它缺点的话，我可能只有2点。缺点的话是1点，就是太大玩起来真的是好累，但是爽是真的爽。还有一点，我个人的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它做到这样的体积了就像最强战警王，它是加入了声光特效的，它其实也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一下，但是明显没有，好吧，国代这个价格，虽然说战警王也很有性价比但是这款帅，我觉得是比战警王要帅一点的。实话实说，因为我对恐龙这边是有加成的。小伙伴通过视频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4肢关节在各种 pose 下的保持力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齿轮关节就是好虽然虚位把控是个难点，但是实打实的爽快度和把玩乐趣还是有的。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这款。如果你喜欢合体机器人、喜欢恐龙的话，这款毫无疑问是非常令你不后悔的，买了不后悔。特别是这个3张左右的一个价格，相信之后应该会像战警王一样跌到2字头的吧。现在虽然说是3张朝外，看到这样一款玩具，不由得最后再多啰嗦一下隔壁的一个合体战队。合体机器人今时今日发展到已经快活不下去的情况，真的是财团必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不思进取就是这样的嘛，对吧？逆水行舟，你不进别人就进不进则退。好，今天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1键3连支持播，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